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今年的生日也打算大吃大喝、呼朋引伴开派对，我劝你立刻停止这个想法。你可能觉得生日嘛，一年就一次，图个开心热闹。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场你眼中的狂欢，可能正在悄悄耗散你未来一年的福气和财运？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庆祝生日的方式，其实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什么过时的迷信。今天我就要为你揭开这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秘密，一个关乎你能量、运势甚至健康的生日真相。这里面藏着老祖宗传下来颠扑不破的智慧。你把今天的内容听懂了，就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顺风顺水，而有些人却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个秘密可能就藏在你每年都会过的那一天里。我们先从生日这两个字本身说起，你有没有想过它的深层含义？生代表着生发、开端，是生命力的启动。但凡启动，必然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消耗和不确定性。你看，一粒种子要冲破坚硬的土壤，它要冒着被石块阻挡、被虫蚁啃食的风险。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在过去更是被称为九死一生的关爱。所以生这个字天生就带着一种险的意味，它是一次能量的剧烈转换。那日呢？日代表着时间，是宇宙能量的一个特定坐标。你的生日那一天，是天上的星辰、大地的磁场为你个人打下独特烙印的时刻。它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你个人生命周期的原点和重启键。现在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全明白了。我们的生命就像一辆汽车，开了一整年，到了生日这一天，就必须回到原厂进行一次全面的年检和系统升级。请问，车子在做年检和系统升级的时候，是应该在路上狂飙，还是应该安安静静地停在车间，让工程师仔细检查、更换机油、更新软件？答案不言而喻。这个时候的车子，引擎盖是打开的，各种线路是暴露的，防御系统是最脆弱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同理。每年生日的前后1周左右，是我们个人能量场进行年度系统重装的时期。旧的气场要退去，新的气场要进来，新旧交替，如同两军交战，阵地必然混乱。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能量防火墙是最薄弱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很多人在过生日前后特别容易生病、情绪失控、跟人吵架，甚至遇到一些倒霉事？你以为是巧合？不，这背后是规律。你把你最脆弱的时刻暴露在最复杂的环境中，这不等于是在电脑系统重装时把它拿到病毒最多的网站上去裸奔吗？所以生日不能随便过的第一个道理，从能量学的角度讲，就是这一天是你个人的关口，而非狂欢节。过关口讲究的是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可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大操大办，呼朋引伴。你想想，你邀请来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能量信息，有开心的，有烦恼的，有顺利的，有失意的。这么多股复杂的气流，全都涌向你这个正在进行系统重装的不设防的能量场里。你觉得这是庆祝，但在能量层面，这可能是一场干扰，甚至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尤其很多人喜欢去酒吧、KTV 这种地方庆祝。我请问你，那种地方的气场是什么？声音嘈杂，灯光昏暗，龙蛇混杂，许多人是去那里借酒消愁，释放负面情绪的。那种能量，我们称之为浊气。你把你一年中最脆弱的一天暴露在浊气最重的环境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第二天头昏脑胀、精疲力竭，甚至病倒，都是最轻的后果。这就是随便过的第一个代价，不知敬畏，妄耗能量，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说第一个道理是关乎我们自己，那第二个道理就更加深刻，它关乎我们的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生日是谁的难日？是你的母亲。所以我们常说母难日。中华文化的根是什么？是孝道。孝是一切福报的源头。一个连自己生命来处都忘了感恩的人，你拜再多的佛，烧再高的香，恐怕都难以得到真正的护佑，因为你的根已经断了。你回想一下，你出生的那一天，你快乐吗？你不快乐，你在哇哇大哭。谁最痛苦？是你的母亲。在那个医疗条件远不如今天的年代，女人生孩子就是一只脚踏进了棺材里。她要忍受撕心裂肺的剧痛，要流失大量的血液，要耗尽毕生的元气，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毫不夸张地说，你的生是用你母亲的半条命换来的。一个不懂得从根上浇水的人，他的生命之树，福气只会慢慢枯萎流失。因为不懂感恩的人，天地神明都不会去帮助他。我们常说要惜福，什么是惜福？就是珍惜你所拥有的。而你所拥有的最大的福气，不就是父母给你的生命吗？所以过生日最高级的方式，不是开派对，不是收礼物，而是尽孝。把这一天当成一个感恩日，带着你的爱人、孩子回到父母身边，亲手做一顿饭，或者给母亲买一件她平时舍不得买的衣服。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为你自己积累最深厚的福报，这比你吃再豪华的蛋糕，收再贵重的礼物有意义100倍。说到庆祝，很多人学西方，生日要吹蜡烛，但只学了皮毛。在西方文化里，烛光代表着神圣与希望，对着烛光许愿是与神沟通。可我们把它变成了什么？一个游戏。大家嘻嘻哈哈地抹完奶油，然后一口气把那微弱的希望之光给吹灭了。你吹灭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希望。而我们中华文化过生日吃什么？吃一碗长寿面，讲究一根到底，不能断。象征着什么？生命绵长，福寿安康。一个是要吹灭，一个是要绵长，哪个更有智慧？你自己品。讲到这里，我们再深入一层，谈谈命理的规律。当然，我们不讲迷信，我们讲易经里的自然变化法则。每个人出生都有一个生辰八字，这个八字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宇宙时空能量场的出场设置。每一年，当时间运行到你生日这一天，流年的能量就会和你出生的原始能量进行一次最直接的对冲和交合。这种对冲有时候是好的，我们就叫交好运；有时候是不好的，我们就叫犯太岁或者冲克。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生大关口，这种能量的冲撞会变得异常激烈。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要特别注意的人，逢9年和整数大寿的人，比如29、39、49岁，以及30、40、50、60岁这些大生日。为什么会有30而立、40不惑的说法？因为每逢10年，你的生命能量会经历一次大的跃迁。这次跃迁就像一次大考，考过了，你就上一个新台阶；考不过，就可能栽一个大跟头。所以在这些重要的生日关口，古人的做法和我们现在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不是去大肆庆祝，而是选择躲起来，闭门思过，静养身心，减少社交，避免口舌是非，甚至会去做一些布施、放生等善事，为自己积累善缘，希望能顺利地过关。可我们现在呢？越是30、
40、50，越要大办特办，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又老了10岁。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大声地向全宇宙宣告：快来看啊，我正在过一个能量最不稳定的关口，我的防御系统全面降级了。我们有句老话叫树大招风，你本来就在风口浪尖上，还要拼命地挥舞旗帜，那不是等着被风吹倒吗？所以重要的生日应该怎么过？应该静过，给自己留出一天独处的时间，去一个安静的公园，或者就在自家的书房，泡一杯清茶，回顾过去的1年，甚至10年，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我有哪些成长，又有哪些遗憾？未来1年我该怎么走？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对话，是把浮躁的气沉淀下来，把混乱的思绪理清楚，这才是对自己的生命真正负责。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生日都不能热闹呢？也不是，凡事要合理。第3类是16岁以下的孩子。小孩子，我们讲他是纯阳之体，生命力旺盛，天真无邪，能量场是干净且强大的。给他热闹地过一个生日，接受大家的祝福，会让他感觉到爱和安全感，这对于他的成长是有利的。所以你看小孩子过生日，大家都很开心，很少出问题。但人一过了16岁，思想复杂了，接触社会了，能量场开始变得复杂，就要慢慢学会把能量往内收，而不是向外放了。第4类是家中有超过60岁的老人，比如我们给老人办60、70、80的大寿，常常会办得非常隆重。这跟前面讲的关口要静过是不是矛盾了？不矛盾。你要看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给老人办寿宴，主角不是老人自己要炫耀，而是子女们在用一种集体的方式来表达孝心。这是一种家族能量的凝聚，大家把好的祝福、好的念想，也就是我们讲的喜气，都聚集到老人身上，用这种强大的正面集体能量来帮助老人抵御那个关口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这在风水上叫冲喜。所以老人过寿，主角是子女，是子女在向天地、向社会展示我们这个家族家风很好，我们孝顺父母。这种展示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进一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和运势。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智慧，叫过久不过时。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60大寿，最好在他59岁的时候给他过，70大寿在69岁的时候过。为什么？这是源自易经的智慧，64卦中讲究满招损，谦受益。10是一个满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提前1年过，是表达一种谦逊和敬畏，我不敢自满，我提前准备，希望能平安迈过这个10的门槛。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和能量操作。你看，一个简单的过生日，背后居然有这么多层的道理。第1层是能量的关口，要懂得收敛和保护自己。第2层是孝道的体现，要懂得感恩和回馈父母。第3层是命理的转折，要懂得谦虚和敬畏。所以生日不能随便过，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它提醒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对待。怎么用心？不是用钱，不是用物质，而是用你的心。从你下一个生日开始，我建议你尝试一种全新的过法，一个高能量生日的过法。第1步，提前准备。提前1个星期开始注意清淡饮食，早睡早起，把生理状态调整到最佳。第2步，生日当天给自己放个假，如果可以，不要安排任何复杂的工作和应酬。第3步，清晨仪式。早晨起来，洗漱干净，穿上干净的衣服，
为自己煮一碗长寿面，安安静静地吃完。吃的时候，心里默默地感谢天地，感谢父母，感谢过去1年所有帮助过你的人。第4步，积攒福报。白天去做一件让你内心平静且有意义的事，可以去寺庙拜一拜，不是求什么，而是去感受那份宁静。可以去公园里走一走，接触大自然，或者去做一件善事，捐一点钱，做一次义工。在生日这天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对你未来1年的运势有不可估量的好处。第5步，链接根本。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和你的父母连结。能回家的就回家陪他们吃饭，不能回家的一定要打一个长长的电话，好好聊一聊，问问他们的身体，聊聊你的工作生活，让他们感觉到无论你走多远，心永远和他们在一起。你对父母的这份孝心是你最强大的护身符。晚上可以和家人或者1、2位知心好友简单吃个饭，核心是温馨而不是热闹。当你这样过完一个生日，你会发现你的内心是前所未有的安宁和充实，没有狂欢后的空虚，反而有一种被重新充满了电的感觉。这才是过生日的真正意义。它是一个加油站，一个校准仪，一个让你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神圣仪式。把生日过好，不仅仅是为了趋吉避凶，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生命的修炼。当你开始懂得如何郑重地对待你的生日时，你就开始真正懂得如何郑重地对待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也必将因此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安详，更加有福气。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生命财富。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请订阅般若语，并分享给你的朋友。